一位老朋友告诉我的内部消息，杭州和 DeepSeek 火了之后呢，深圳也很焦虑。江苏省委让南京反思为什么没有产生这个六小龙，那广东肯定也是坐不住的嘛。中国硅谷到底花落谁家还尚无定论，我也一直挺好奇，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是杭州。其实深圳很多的一个整体的环境是相差不大的。想来想去呢，我认为杭州今天的强有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够听市场的话的。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业底子不厚，那么硬拼这种硬核制造呢，政治正确，但不是属于杭州自己的出路。因此呢，他更是要将这个市场经济进行到底。市场带来了什么，政府就服务什么，也不挑挑拣拣说三道四。只要是未来的产业，他都欢迎。你们来创业，我就给钱，不管规模大小；你们来投资呢，我就鞍前马后；你们不来呢，我就上门去拉。于是呢，就有了服务型的小政府。杭州意识到是中小民资来撑起这个城市超60%的一个经济，所以呢，你们都是杭州的金主爸爸。在被远洋捕捞的时候呢，杭州就会千方百计去护住自己的企业。杭州的国资规模小，所以呢，它更需要去关注怎么跟市场力量、跟民企去做协同。国资也不需要去带什么传统产业转型，也没有什么贪规模的冲动，很多的小的项目它才能够被照顾到。比如说，杭州国资在17年就救了一把宇树科技，所以杭州出现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对比这个深国资啊，它以规模跟资本运作能力见长，一边呢，它要扛起这个科创的大旗，另一边呢，这几年又不得不忙着去当什么地产金融的白衣骑士，这些买卖这几年都不算是太划算的，所以呢，它在财务上它就必须要是求稳的，这个风险性要低的，所以必须就是要成熟赛道，要验证商业可行性的。很多小规模不成熟的项目就很难被照顾到了。整体在一个包容创新试错，在长期主义的布局上就不如杭州，但深圳呢也不需要气馁。杭州在抓风口这方面啊，有时候是非常敏锐的但是呢，在后续怎么做大这些新兴产业，同样呢是杭州一直以来的挑战。在孵化器方面，如果深圳比不过，那么在规模化制造能力，在产业化能力方面，深圳就要去更多的去发力自己的长项。每个城市它的基因差别都是很大的，也不是说只有杭州这一条路可以走。杭州能够提供的慢节奏，还有这种较低的房价，深圳永远也不可能。所以焦虑是没有用的，多做实事，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更重要的。